一、日本核废水的本质是什么？再聊聊日本核废水这个事吧。废话就不说了，直接说一个全新的观点。我最近看了日本大量的贸易数据，我感觉日本可能又要狗急跳墙了。这个核废水的名字可能误导了我们。我认为日本核废水实际上不是核废水，而是脏弹的另一种形式。什么叫脏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构想过，其实远程核爆敌国并不是核武器最高的威慑方式，因为还有一个威慑度很高的方式，堪比《三体》里面的执剑人。这个方法就是你把各种核污染物做成一个烟雾弹，然后往敌国那边发射，这种打法比核爆还厉害。这种武器学名就被称为脏弹，意思是里面充满各种致命放射性污染物的弹药。脏弹这玩意，全世界大国并没有公开的大规模开发，因为这方面比化学武器还没有底线。不是说不好用，是太他妈好用了，好用到了全世界都不太敢在这方面搞军备竞赛，因为一旦用脏弹打起来，人类文明也就完了。你想想看，核爆损害对方是一瞬间的事，对方一个城市一瞬间就没了。但脏弹是怎么打的？发射过去以后，当地人、动物、土壤、水流全部感染辐射物，感染的人都是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当地就得花费大量资源去救吧。而感染以后的动物、空气、水流是会扩散的，你还得花大力气去阻止这种扩散，否则损失更多。换句话说，核爆是一瞬间的暴击，但脏弹是持续性的暴击，就好像泥潭一样，会不断的消耗当地国家的大量资源，远远比核爆恐怖多了。那最可怕的脏弹使用方法是什么？是去炸敌国的城市吗？我告诉你一个毛骨悚然的结论，脏弹最好的威慑方法就是往海洋里面发射，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大海，如果大海被脏弹污染的话，最后没有任何地球生命可以逃过一劫。大海是会蒸发的，蒸发以后就变成云层了，云层变成雨水就会进入到农田里面，所以你别以为在陆地上就是安全的，区别只是晚死还是早死而已。请注意，这不是我开玩笑，你去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纪录片，去抢修核电站的人员，只要在高度核辐射下面被曝光接触的，都瞬间死亡了。原因史料数据，当时苏联官方说事故中有31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到严重的放射性辐射，还有成千人死于与放射有关的疾病。据乌克兰官方报道，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约有8000人死亡，直至1994年10月，两国仍动用国家财政预算的10%以上来弥补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在核电站最初受伤的28名抢险人员，他们都在1个月内全部牺牲。当时苏联为了防止核扩散，出动了大量的飞机，第一天出动110架，第二天出动300架。在整场救援中，苏联飞行员足足飞了3000趟，只是为了从空中投放80公斤重的沙袋以及铅块、6000吨的硼砂和混凝土来封闭裸露在外的堆芯。这些出动的飞行员，很多人都没有活过40岁。为什么苏联牺牲这么大，还要做这些事？因为如果不阻止核扩散，全球也就废了，全世界只是早废晚废的问题。虽然说核废水也是分程度的，但毕竟这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如果全部渗透进土壤、雨水里面，相当于人类长期服用慢性毒素。所以我说，如果扩散，全世界只是早废晚废的问题，绝不夸张。二，日本为何要这样做？我看见很多分析说，日本是因为认为安全方法处理核废水太贵，所以不想浪费钱了，才准备往海里倒，去一口气解决的。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因为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如果你要准备为自己省钱的话，那你还是希望以后可以过得更好的吧？否则你省钱干嘛？如果日本人是准备省钱，方便以后继续过日子，那他这到海里以后，第一个搞死的就是日本自己呀。众所周知，日本是西餐大国。你去看日本人吃的那些东西，什么生鸡蛋、生鱼子拌饭、生鱼片等等，全部都是窜稀神器。我国人肯定不适应，
一顿饭基本都是生冷的海鲜为主，吃多了容易和拜登一样管不住自己后门。日本人是如此的喜欢生吃海鲜，但他却准备往海里直接排放核废水。你觉得到时候这倒下去，有任何日本人可以幸免于难吗？被毒害的第一波就是日本人自己啊，也别说什么日本权贵可以避免。核辐射的放射性这玩意到处乱飘的话，就和疫情差不多。疫情的时候，很多西方有钱人一样没有防住。区别是，疫情方面，有钱人是可以花钱来治的，特朗普分分钟就好了。但辐射不一样，这玩意是众生平等的，你沾上了身体马上就变差，吃什么药都没有用。所以日本核废水这样倒下去，别说什么日本权贵可以幸免于难，到时候全球都跑不了，更别提现场的岛内日本权贵。很明显，日本这样做就是自杀举动，那么为什么要这样？从外贸上来看，日本已经连续22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日本今年5月贸易逆差为13725亿日元。也就是说，日本目前是一个经济看不见任何希望的国家。而且最近还有个劲爆的事情，更是彻底击碎了日本的内心防线。日本不是曾经吹自己氢能源世界第一吗？结果在最新的2022年全球氢能产业发明专利排行榜 Top 100上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入榜前100名企业主要来自17个国家，其中我国占比 32%， 日本占比 18%， 美国占比 16%。排名前3的企业，中国石化以708件专利位列第一，远高于其他企业。中国华能集团和德国Bosch公司分别以221件专利、171件专利排名第2位和第3位。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日本传统的优势领域，也已经遇了我国的雷霆暴锤。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高盛做了个2075年的全球 GDP 排名预测，高盛预测第1名是中国，第2名是印度，第3名是美国，日本则是第12名，低于德国和英国。在高盛这种美国顶级投资机构眼里，日本连个印度都不如，人家宁愿排队去印度被割韭菜，也不愿意看好未来的日本经济。日本现在状态很尴尬，如果当年日本经济好的时候，美国不打压的话，日本是完全有可能继续在高端产业突破，随后至少是和美国经济总量平起平坐的。但是当年美国马上就用政治力量打压，阉割了日本经济，拆分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半导体企业曾经占据了 50% 的世界份额。所以我说，如果美国不限制阉割日本的话，日本经济层面干赢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回看数据，1965年日美两国贸易首次出现日本顺差，至1994年顺差已达650亿美元，日本占美国总贸易逆差 43.16%。日本经济体量也持续增长，1972年日本 GDP 排名世界第2， 1992年达到美国 GDP 的 60%， 1995年达到美国 GDP 的 71.1%。随后的剧情我们都知道了，美国强制中出了日本，然后日本经济就长期开始停滞，年轻人彻底废材化，整个社会暮气沉沉，看不见任何希望。为什么会这样？怎么美国一阉割，日本马上就废了？核心原因就是美国禁止了日本继续研发核心科技。那既然核心科技无法继续发展，日本社会自然只能产业原地打转，而其他国家不会原地打转啊，比如韩国、我国都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日本大量产业被韩国和我国严重冲击。现在的局面就是日本传统优势产业面对的是韩国和我国的不断产业升级，而日本上面是美国设置的红线，日本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日本外贸还彻底爆雷了，出口完全崩了。这种情况下，我就怀疑日本人是不是又想开始赌国运了，或者说日本人压根就不想活了。你试想一下，如果你开个公司，上面是美利坚匪帮，明令禁止你继续做大企业，下面是中韩这些后发展起来的公司，还在不断的突破，竞争走你现在的存量，你会不会感觉人生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我严重怀疑，
小日本现在看见国内经济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以后，准备开始报复全人类了。或者说，日本准备化身制剑人，用核脏弹来绑架地球，威胁全世界。3. 日本核废水真的安全吗？怎么办？最近，韩国媒体爆出猛料，韩媒称日本花100余万欧元贿赂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就是说，日本所谓的安全检测根本全部都是谎言，并且韩国国务调查室发现，按韩国标准来说，福岛核污水的放射性物质铯的检出量超标 2.165 万倍，即便按日本标准，也超出了近 1.5 万倍。这方面，我国驻日大使馆之前公开发文表示，经过机构检测，福岛核电站附近捕获的鱼类体内所含放射性元素铯超标，已经超过日本标准的180倍。这要是排放到海里面去，那对海洋微生物的损害将是不可估量的。要知道，微生物是一切的基础，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微生物。如果微生物遇见大量核废水，会不会直接死亡，或者变异？如果微生物这边发生巨变，会不会对海洋生态链的伤害都将无法估量。正如我前面所说，无论今日和大侄子们愿不愿意承认，实际上日本经济已经彻底崩了。在美国高盛这种顶级金融机构眼里，未来的日本经济连咖喱味的印度都不如。日本人是很疯狂的，他们一方面有着各种病态的心理爱好，比如疯狂屠杀海豚，制造海豚湾惨剧，大量捕杀鲸鱼，造成鲸鱼濒临灭亡。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多次有赌国运的想法，就是把自己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一次次出其不意的奇袭上，比如二战突袭侵略我国东三省，还有偷袭美国珍珠港。现在我国正在彻底突围美国霸权，而美国则希望彻底把日本当作牵制我国的炮灰。这种情况下，日本似乎进入了一个横竖都是死的局面。对于这样一个有过疯狗历史的民族，我觉得现在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往海里倒核废水，实际上就是最高效的方式核废辐射人类。你看似他是无奈的排放，实际上他们可能就是不想活了，想拉全人类当垫背。或者还有一种更恐怖的可能，就是古代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天日本可能准备挟地球以令全球。日本现在正在绑架地球，他准备把地球生态当作自己的人质，他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威胁我国，也是在威胁美国，还有全人类。即如果周围国家敢对日本不利，他就把高浓度核废水倒海里，这样最后全人类都完犊子。日本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是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搞生态恐怖主义。今天这篇文章，我不仅仅是写给大家看的，也是写给全世界有识之士看的。我希望更多人，甚至是美国人得意识到，小日本的心理变态程度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如果有必要，面对日本想企图绑架地球、毁灭人类、给自己陪葬的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中美很可能有必要合作，同时对日本展开人类文明的特别净化行动。我对美国霸权并无好感，但是我相信，即使是美国资本家，他们也还是想活着的。面对日本这种不想活了，可能是准备拉陪葬的行为，全世界应该尽早达成共识。氢弹爆炸是最有效净化和污染的方式，这是前苏联测试过可行的方法。前苏联做过实验，氢弹爆炸以后，核辐射可以完全被消除。也许美国完全可以让福岛挖个坑，日本把核废水就倒在福岛的坑里面，然后美国再往日本多扔几个氢弹，这样氢弹核爆以后，日本核废水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我相信日本也是不会有怨言的，他这方面已经被爆过了，第二次属于轻车熟路了。为了拯救人类文明，全球可能不得不对日本方面做出一些选择。